提到神仙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？是观音菩萨、土地公公，还是玉皇大帝、八仙过海的八仙呢？可能每个人都会想到不同的神仙，那我们脑海里为什么会有这些知识体系呢？频道内是讲述阴间地狱、天道神仙、福道菩萨等相关内容的。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，还请按赞关注我。从小坐在电视边，天天准时收看的《西游记》，应该是大多数人最早接触神仙这一体系的时候。不仅内容引人入胜，里面各路神仙可以说是令我们都印象深刻，也是丰富了我们童年的一大巨头了。但是里面的所饰演出来的神仙，他们的等级等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吗？道教所崇信的，就有人可以成仙这样的说法。我国古代就有很多人很相信这个说话，甚至有皇帝就信奉道教，一心想要成仙。我们是不能觉得这是迷信，就随意批判一个教派的。要知道，这里面的学问可不是用得道成仙4个字就能概括了的。关于神仙这个体系，道教可是有很明确的等级之分的。道教把神仙们分为7个等级，现在就让我们跳出影视剧的圈子，一起来看看这7个等级吧。神仙这个体系虽然是道教一直尊崇、信奉和宣扬的，但是这并不是道教一手扶持起来的，这里面融合了非常多的文化，不管是别的教派的，还是不信教的，甚至是其他与这些教派看起来毫无关联的，都有涉及。所以说，把神仙这个体系说成是多元化的，是非常贴切的。首先就是教派，儒家、释迦、道家，这3家就是3巨头。而其中儒家和道家还经常打架，争辩的就是神仙到底是佛高还是道高。不过到了现在，这个问题也没有被争出个所以然来。但是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呀。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成立一个政府。这个政府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其实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。政府设了一个玉皇大帝当这3大教派的头头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派别，都是要听玉皇大帝的话的。说到神仙体系，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陶弘景。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，他10岁的时候就看过《神仙传》，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对养生这件事情颇有些研究了。这也为他后来的隐居做了预告。他在20岁的时候当了官，又过了10年，他就没有了世俗的那些欲望，找了个师傅，一心只想研究草药，写书。他会写书，会医药，还会炼丹，是道教坚定的教徒。我们今天要说的神仙体系就是他编定的。其实在此之前，他还编定过神仙谱系《真灵位业图》，里面不仅有神仙，还有人鬼，是非常丰富的。在《真灵位业图》这本书里面，总共有700多个神仙，是一个拥有着非常庞大的数字的图鉴。这700多个神仙们被分成了7个等级，这是怎么分的呢？第1个等级，也就是最高的一个等级，元始天尊，很多人可能都对这个称呼比较陌生，但是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排在后面的神仙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，就算修为一生也不可能。第2等，玄黄大道君，信奉道教的人一定听过这个名字，魏华存，她可是难得可见的女道士，是4大女神之一，不仅对道教非常信奉，中国民间很多人就是非常尊敬和信奉她的，她就在这第2等里面。第3等就是上清太极金阙，代表人物很多人应该都没听过，但是跟他一个等级的，要很多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比如皇帝、孔子。第4等呢，就是我们平时常听到的太上老君。按理说，太上老君应该是级别比较高的，但是竟然被排到了第4等。剩下的3个等级里面，就很少有我们平时经常听的名字了。第5等是诸天曹县官，6等呢，则是地仙，最后一个等级则是阴曹地府的鬼官。有人问，为什么鬼官是被排在最后1等的呢？是因为害怕吗？其实这就和道家的观念和本心有关系了。当然不是因为害怕鬼，这是因为道教是信奉正义的，之所以把这个鬼官排在最后一个，就是希望信奉的这一教派能带给人们一种好的观念，让人们可以惩恶扬善，不与恶人为伍，这是非常有格局的。很多人觉得得道成仙的说法是迷信，其实不然，相比于迷信，这里面的内核更是文化，存留至今，仍值得我们去观看和学习。世界上并不禁止信教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信奉的东西的权利，我们也无法随意判别什么教派是否正确。
只要这个教派带给信奉这个教派的教徒们好的观念，就是正确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